我要嫁给你就好了，我是瞎子，是蠢货，我早可以嫁给你的。阿远，我要是嫁给你就好了，我要是嫁给你就好了。阿远，我对不住你，你待我的情谊，我只能下辈子还了。杏花别院里，霍君华满脸是泪，拉着崔佑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将一生的懊悔与苦难都诉尽。与此同时，霍君华也渐渐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病榻前，霍君华一把抓住林不疑，直勾勾地看着他，目光中喷发的不是对崔佑时的深情与痛悔，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林不疑说：“阿离，我的阿离，阿母一直惦记着你，你也不能忘了。”话音未落，霍君华颓然地倒在榻上，气息全无。霍君华的死成为了压垮林不疑的最后一根稻草，何足屠戮之仇，他非报不可。可是16年的时间里，所有的人证物证都已被灵异消失殆尽，林家也通过与皇亲国戚的联姻，儿孙越来越多，姻亲越来越广。走投无路的林不疑只能赶在守孝前以贺寿为名，用太子手里的虎符调集人马，亲自动手与灵异一战。程少商猜到林不疑的计划，迅速通知文帝。林不疑被谥夺官位，贬至西北边城，守备胡族来犯。文帝的圣旨颁布的不到半个时辰，崔佑的奏收就已经被越级呈到御前。他先扯了一段胡族寇边百姓的困苦的套话，然后自告奋勇要求领军助阵边城。崔佑对霍君华的用情之深，在他看来，不论林不疑是霍君华的儿子还是侄子，自己作为长辈都有责任替霍君华守护好他曾经豁出性命也要保护的林不疑。林不疑身上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文帝和宣后却没有发现。最后知晓真相的是一个相处不到几月的女娘，这不免让人怀疑文帝和宣后是真心对林不疑好的吗？若他们在乎林不疑，也不至于到最后少商公布一切才知道林不疑的真实身份。三皇子和林不疑从小交好，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朋友。文帝和宣后之间有代沟，再加上文帝政务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林不疑相处。三皇子不一样，他们年龄相仿，这还是知道真心，怎么说都说不过去。其实并不是三皇子粗心大意，而是从始至终这都是林不疑的选择。三皇子文韬武略，是储君最好的人选，这样的人又怎会粗心大意，连林不疑的身世的真相都看不透。实际上从一开始林不疑就没有给他机会。三皇子从小性格孤僻，一次意外他救下了落水的林不疑，当日正好是冬日，三皇子回去就生了一场大病，两个人的友谊也就这样开始。但林不疑有皇后教导，三皇子是岳飞所出，长秋宫和永安宫之间本来就不走动，林不疑和三皇子为了避嫌，平时甚少见面，在明面上更是装作不熟，平时说话完全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饶过谁。林不疑多年不与人亲近，即使是文帝和宣后，连文帝都说他活得没有烟火气，他还不愿意娶妻，因为他一旦知道他和别人走近一些，他身上的秘密便藏不住了。少商是个意外，他在灯会上对他一见钟情，然后成功地下亲事。不过他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从和林不疑的相处中，少商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知道了林不疑的真实身份，甚至在林不疑犯下大错的晚上举报了他。他隐藏了那么多年的秘密就这样被公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幸保住性命。三皇子作为林不疑的至交好友，不是他对林不疑不关心，而是林不疑从未给他亲近的机会。也因为时机原因，让他和林不疑无法光明正大的交好。林不疑出事后，他四处奔波，不管林不疑是什么身份，他都要保下林不疑。为君者如此为臣子考虑，臣子又怎不会为他卖命？林不疑在报仇时还为三皇子谋划，三皇子能成为太子，林不疑功不可没。若不是因为他们平时接触太少，可能发现林不疑秘密的第一个人就不是少商了。